涂山璟是让他第一次又触碰到了他温暖的心，从小六变成小妖，决定要走出去是亲情。他跟相柳永远都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就互相试探。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哭戏有多好吧，是真的编剧老师写得好，导演拍得好。长相思的每一场戏我都100%的努力在演，哪怕过场戏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角色，让大家能够看到的。秋千没了。至少这个还和以前一样，至少我们都在。那对于小妖来说，比较名场面的剧情有什么吗？很多呀。然后跟涂山璟有很多，比如说他生病以后，我去照顾他，然后帮他梳头，给他唱歌，就是陪伴的那段时间，会让我觉得是小妖就成为王姬以后是快乐的时间。其实我觉得相柳跟小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两个人很像，但是他们立场的问题，他们又不能够在一起真正说成为朋友，或者说再怎么样。所以他跟相柳永远都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我退一步呢你再进一步，就互相试探的。相柳很虐我的点就是，他到最后死的时候，其实小妖都不知道原来他在相柳心中的是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他会觉得说，原来你连死你都一点念想都不想让我给我留吗？那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利用的工具吗？然后相柳又因为立场问题，不得不也想去保护小妖，所以我绝不能再踏一步。两个人都说着特别狠的话，但其实内心都很柔软，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虐的。我觉得跟相柳的每一场戏都很难拍，因为相柳一出场好像就是很多的名场面。是个男人，你是男人，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围绕小妖的其实有很多那种很虐的戏，哪一场演起来是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我觉得最难演的是我那个在梅林被刺杀的那场戏，因为我那个都是自己演，我要假装前面有那个怪兽来，然后撕斗，然后假装受伤。就我那个拍了一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我自己在那一直吼，然后被吊起来，不是那个冰全都那个刺穿到我的那个身体，那个很难拍，因为他第一次刺呢，你就要加一点血就要停，你就演到哪儿要先停，然后加那些血呢，跟那些动又很复杂，然后就加好长时间，我被捆在那儿，然后再接着演，直到最后咽那口气，就是所以那一天就会觉得就完全喘不过气。不仅是拍摄难度大，还要兼顾那个情绪在。对，因为我是一直在一个崩溃，或者说一个就是那种马上要死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停一下我就要先断下来，然后半个小时画完再接着那口气。对，你曾经欠我一命，如今又还回来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以往来说，就是你的剧其实贡献了很多很悲伤的名场面，包括大家对你的哭戏其实讨论也非常多。你觉得怎么样能够很快速进入这种状态，然后呈现给大家这种感觉的呢？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哭戏有多好吧，就是可能恰巧那些桥段是真的编剧老师写得好，导演拍得好，然后我就相信了，我演出来大家看到了。就像长相思的每一场戏我都100%的努力在演，不光是哭戏，哪怕过场戏我都是很想让他能够演好，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角色，让大家能够看到的。同学，我们一起回家。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他，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你觉得这3个角色对小妖的成长有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觉得涂山璟是让他第一次又触碰他到了他温暖的心。他看到涂山璟，他本来不想救他，就是叶诗琪已经成那个样子了，还在拼命的其实是想活着。他想救下这个人，他是因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然后后来叶诗琪给了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跟爱，所以他会觉得说他很想去爱一个人，好像这个人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
然后真正呢，让他从小六变成小妖，决定要走出去是亲情。他其实是不愿意离开清水镇的，他想永远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六，但是他还是最终站在了那个漩涡之中。相柳就是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能够自保。这3个人其实在他的人生历练当中都起到了不同的角色。围绕他的这3个男生，就他最后为什么选择了涂山璟呢？我觉得首先他对涂山璟就是爱情的，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就是会选择他。其实小妖很多次也不能是作吧，就是他很故意的想看看你涂山璟是不是真的不会离开我。他会给自己心里暗示说，我试一次，这个男人走了，那好啊，那我就是心里就告诉我自己，就永远不可能啦，他就这么点事情他就走了。结果他发现每一次他在试探涂山璟的时候，永远是涂山璟对他不离不弃，然后慢慢的打开了他的心，所以他就会觉得涂山璟是可以坚守永生的人，他愿意跟这个人一直坚持下去。对于你来说，你更向往哪一种身份呢？你说小六跟小妖吗？我当然希望是小妖的身份，但是是小六的日子，因为我觉得小六也很惨，因为他在那个清水镇当小医师的时候，天天被打，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可怜。如果是我选，那我还是会选清水镇，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我觉得她变成女装以后，她身上就担上了责任跟义务，她就会有一个架子勒着她喘不过气。OK 了吗？苍玄的内心戏是很丰富的，他可能表面看似很平静，实际上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为了这种大爱，舍弃了自己的小爱。比较虐的戏就需要演员去更好的、用心的去感受不一样的对手的刺激，不一样的环境的刺激，然后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在下轩，初来乍到，还请多多关照。苍玄前期游历大荒300年，寄人篱下，隐忍蛰伏，后来再次遇到了小妖，然后在小妖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成为了大荒之主，成为了一代君王。苍玄的内心戏是很丰富的，他可能表面看似很平静，实际上内心已经波涛汹涌，像那种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染血，可我在乎。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就可以了。大的方向来说，他们一直都是相互扶持、彼此依靠、互为彼此的家。从细节上来说呢，苍玄对小妖刚开始是亲情，我需要去守护我的妹妹，让她去健康快乐的成长，然后慢慢在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苍玄又把这种深沉的爱变得更加的深沉和广阔了。成全小妖，为了这种大爱舍弃了自己的小爱。我觉得对苍玄来说，这也是一种成长。刚开始他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心爱的人想要什么，他只是把他所认知到的美好附加给了这个人。但是当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两个人互相成长，互相成就，苍玄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舍去自己的那份爱去成全对方。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会在紫金鼎，我们种满凤凰树，你得陪着我。我很多的名场面都是很虐的戏，小妖跟苍玄一起厮杀，游历了大荒300年之后的苍玄再次遇见了小妖，明明是一场很美好的戏，他也很虐很惨。疼吗？不疼。感受特别好。刚开始进组的时候，我很尊重他嘛，因为从专业上来说呀，从关系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姐，很尊重他。但是跟他相处非常的融洽，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性格很活泼，然后会很快的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这样大家可以去更好的在创作过程之中去交流、去沟通。大家演员之间的相处，大家都很愉快，然后现场的气氛也很活跃。那拍古装戏嘛，大家不能太胖，然后大家都需要去减肥，
但是呢，大家都很喜欢吃，然后经常去聊一些我们瘦了工能去吃什么东西啊？其实都是大家一个美好的设想，在现场其实大家都不会去吃，都还是会很自律去控制体重。我从最重的时候140斤减到最轻的时候126，减了14斤。现如今他们才是戏言场的主人，初来乍到的，不迎难而上，如何登临峰顶？我服装造型，我不知道别人有多少，反正我真的是五花八门，特别多。我有40-50套衣服。早期在清水镇的时候，我的衣服就很朴实无华，但是它又有一些点缀在衣服上面，你就感觉它从布料上的选材来说很精致。到了衣服，我的主体以白色系为主，它就很飘飘的，很仙。再到轩辕的时候，就是那种北方那种沉重、那种厚重的那种质感。到我成为帝王了之后，就是很华丽、很雍容，就质感都不一样。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白色的我也很喜欢，很飘；黑色的很庄重，然后我的劲装又很炫酷。很简练，都很喜欢。陈荣参军始终是爷爷的一块心病，也是时候该拔除了。我说实话，古装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我每部戏我自己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在我拍完了第一部古装戏之后，大家对我充满了之后的古装戏的期待，我觉得让我更有压力了。我就需要去全身心的去投入它，然后演出不一样的每一个角色的特点和特质。比较虐的戏就需要演员去更好的用心的去感受，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情境之下，你需要去感受不一样的对手的刺激，不一样的环境的刺激，然后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这个戏最初的感受，我想的是我能演一个君王，不存在一人之下了，我就是万人之上，我就可以不用跪嘛。充满了期待进了组，后来进了组之后得知我有个爷爷在位很长时间，我还需要跪。很特别，然后很有张力，很有挑战，对我来讲是吸引力很大的。守护这么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残军，他依然坚守。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是炙热的，是单纯的，能在戏里面一人分饰两角，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刺激，很有意思。无尽的忍耐，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绝不放弃。现在有跟着一起追了吗？有，在追剧的过程中，作为观众视角去看怎么样？我可能很难作为观众的视角，对，还在审视自己，还在继续挖掘这个角色的可能性。那审视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怎么样？就现在目前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我表达的东西，大部分观众都能 get 到了。因为防风被，我有了一个母亲，她虽然病弱，但拳爱子之心，让我知道了母子之情。看完剧本和了解完这个角色之后，最打动你的地方会是什么？特别吧，很特别，然后很有张力，然后很有挑战，对我来讲是吸引力很大的。其实他是一个很美强惨的角色嘛，就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很心疼他的感觉？我对他的这种身世我是很心疼的，就是他的成长过程，包括他后来为了一个陈荣的残军去守护这么一个已经没有希望的残军，他依然坚守，依然坚挺着。我觉得其实这个人他是炙热的，是单纯的，是天真的。我也给你2条路，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因为前期在拍摄之前我们有武术训练，跟武指老师已经进行过一番探讨，包括在后期拍摄的过程中也有经常跟老师去交流很多动作，因为我本身学舞蹈嘛，然后对这方面比较
比较在行，然后很多动作，包括相柳的这种他打戏的感觉，我都有参与设计和交流，因为我希望相柳的打戏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像舞蹈一样的存在。其实我对相柳的打戏我下了一盘棋，前期相柳的打戏，其实大家现在能看到的播出的画面，其实是比较优雅灵动的，像在跳舞一样的感觉，然后而且是干净利落的，是像在海底游泳那种自如，它甚至每一根头发好像都在打戏一样，然后像在写诗作画一样的感觉。这是我觉得我对相柳前期打戏的一个描述，要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对表情管理非常的重要。那其实我做这么多，最重要的是其实是想铺垫到最后一场。所以这个角色其实你在打戏上面给他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层次。对，从这个人物的打戏是从高点往低点走的。对，这个角色和你自己本人的话有什么相像或者反差的吗？相像的话，可能外冷内热吧。我可能跟相柳本身比较像的是，它有一个防风被。我觉得我体内也有一个相柳一个防风被，肯定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说对应起来的话，感觉自己有不同的这样的性格去面对周遭的一切。在面对哪些的时候会展现哪一面呢？比如说私下的时候会有相柳比较安静的一面，甚至昨天还有人跟我说觉得我本人就是相柳本人，都没有演。我说不会吧，我说我有看着这么冷很辣吗？比如说我拍的时候也有人觉得防风被就是我本人，但其实我觉得都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更倾向于哪一种？就是两者兼备。便是化为桀骜卫，我也要做这乱世之主。我们必须要在他得逞之前找出他的破绽。你希望我是谁？所以这和以往饰演过的角色是不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当然，相当不一样。首先从造型上就很不一样，从来没有施过一头白发，然后他又不是从头到尾的一头白，他还有防风被的黑发，然后你又能在戏里面一人分饰两角，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刺激，很有意思。更多的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的那种内敛的表达吧，要用一张冰冷的脸，然后表达很多情绪，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吧。就演这种内敛的戏，是不是会比那种情绪张烈的戏可能会更挑战一些？我觉得不一样啊，情绪张力也有情绪张力的难啊，然后内敛也有内敛的难。我觉得每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不说表演了，就是表达方式，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上次拍海报的时候，发现其实你在很多时候就会很沉浸在相柳的状态里面，尤其是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要在那个状态里面。这个是怎么一直在保持的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装扮上以后，你穿上那身衣服，那个感觉就自然而然来了。就像那天拍海报，我已经很久没有戴上那个头套了，然后没有穿那个衣服，我一穿上戴上头套，我说哇！我在化妆间的时候，我就一下哇，那个感觉瞬间又回来了，很自然的进入到他这个角色里面去了。我说如果要再让我再演一次，我感觉还是要再找一找的。对，但是呢，那种当时在拍摄的那种感觉，就是瞬间就上头了，就那种。那有没有看到一些观众的弹幕或者评论？有看到。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什么扣分啊、罚站啊，反正我看就是动不动已经看见扣分了，这又扣了多少分，动不动就罚站了，这样我还觉得挺好。叶时期他是表面上温柔，实际上霸道。虽然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很庆幸他遇到了小妖。是跟他首次合作，我觉得其实我进组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有想到和这么一位资深的、很有经验的演员前辈要做搭档，所以我就担心自己的各方面做得不够好。我觉得他就是小妖本人，他的这种真情流露有很帮助到我，更加的进入到涂山璟的这个世界里。小妖。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毫不嫌弃地抱起衣衫褴褛、满身污秽的我。当时看完剧本、了解完这个角色之后是什么感受呢？我很喜欢涂山璟这个角色，就是觉得他有血有肉，很生动。所以小六对他的改变非常大。
小六是属于重塑他世界观和感情观的人，因为在他还是叶17的时候，他失去了整个世界，他是难过且自我封闭的。所以说，其实小妖对叶17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这个点。奶奶，你压根没打算退婚，一直在骗我。那对于涂山璟来说，是不是比较多的虐的戏？其实我觉得，对于涂山璟来说，最虐的就是他一直相信，只要就是拥抱世界，世界就会返还他鲜花。但是我觉得他往往收到的都是欺骗，就像是他最信赖的大哥给了他最重最痛的身体上的伤害，然后他最敬爱的奶奶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用家族来裹挟他，让他去放弃心里面最重要的小妖和自己向往的生活。其实景很多时候的爱和善意是得不到任何反馈的，但只有在小妖那里得到了回响，所以真的太庆幸了。他们都心怀壮志，想要成就伟业，而我只想如清水镇那般和你在一起。小妖对17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你觉得是身上什么点让小妖开始爱上他呢？我觉得是两个人在清水镇的那段相处的那段时光里，两个人是彼此的全部。但我觉得叶17他是表面上温柔，实际上霸道的。有没有什么这种行为呢？怎么说呢？这种细节，我觉得让我讲的话，可能没办法准确的讲出来，因为就是在那个情绪里就会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能感觉到。他还抓住了机会，就是他绝对不会去放弃和放手，就是对自己也心动的小妖。虽然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很庆幸他遇到了小妖。小妖跟叶17两个人是心灵相通且三观一致的，这点很重要。可以再说一遍吗？都是心硬之人。不是这一句，是我喜欢你。对于他们俩之间有什么比较甜的这种名场面？比较甜的名场面太多了，从一开始的清水镇，然后龙骨玉、曹傲岭，甚至是两个人定情的木樨园，都有很多甜蜜的时光。像是当时在清水镇时候的公主抱，其实是两个人爱恋情愫的一个传递。然后因为小妖脸红了嘛，然后叶17也知道小妖是因此害羞的。还有就是在龙骨玉前，小妖主动吻涂山璟示爱，甚至是在木樨园的时候，小妖跟涂山璟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在那里暗送秋波，借着练琴的名义，然后两个人在约会很多很多。叶17有没有什么被撩的害羞或者怎么样的反应？很多，就是在曹傲岭有一场戏是这样子的，就是两个人坐在一个瀑布旁边，然后这一场戏的话，我不想讲那么多，我想让大家去看，因为就是很可爱的两个人，然后在一个天气很好的下午坐在那里，很温暖给人的感觉。姐姐，这个姐姐欺负我。姐姐，姐姐。哎呀，好了好了，别叫了。当时拍摄的幕后和现场是怎么样的状态？状态的时候就是非常好，我感觉所有的戏，就是不管是虐的，还是开心的，还是浪漫的，大家的状态都很好，因为是完全沉浸在这个创作的氛围里。这次也是和杨紫首次合作嘛，跟他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是我进组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有想到和这么一位资深的很有经验的演员前辈要做搭档，所以我就担心自己的各方面做得不够好。但是跟他接触下来以后，就是拍摄的时候发现他是真的没有距离感，而且他会很快的拉近跟对手演员的关系，然后很会调动气氛，而且他也很慷慨，经常会分享一些业务上的一些知识啊，或者片场实践的一些内容给我，方方面面的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你觉得他和小妖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我觉得他就是小妖本人，他去演绎小妖的时候，真的就是真情流露出来，而且他的这种真情流露有很帮助到我更加的进入到涂山璟的这个世界里。那这次剧组氛围怎么样？就特别好，其实从导演到演员，大家拍戏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所以说就像我们杀青这么久了，大家也都还一直保持联系。谁是比较氛围担当的呢？杨紫啊，他是我们氛围组组长。他们怎么调动大家的氛围？因为他一去的话，我觉得就不用调动，大家所有人的情绪都变得很高涨，就很快乐。
当时拍完之后，比如说哪个时刻还从那个涂山烬中走出来？我记得我当天杀青的时候，然后当时杨子也在陪着我嘛。当天我杀青，其实我是没有反应过来我杀青的。然后我回了家以后，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心里有一个地方空了一块，仿佛是自己最宝贵的一个东西丢掉了，但是想不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隔了几天以后，哇，才开始非常的难受。就觉得这个角色可能离开我了，这样子。长相思其实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 IP 嘛，整个拍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吗？整个长相思剧组非常的专业而且认真，也因此认识了很多专业的演员朋友以及一些幕后团队。一个角色的呈现不是靠一个人的，是要靠导演啊、编剧、灯光、摄影、化妆、服化到所有一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你们。